自从 M2 的卡 Z 推出后 ，Z 系列的这套变形模具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了。虽然是变着花样和颜色的在出，但现在都是出一个涨一个。之前一直眼馋 Z Plus 没机会入手，最近一看，怎么出了这一套？而且一次满足4种规格，果断拿下给大家出一期视频。我一直认为 Z Plus 要比 Z 高达好看不少的，但真正的设定上 ，Z Plus 是超级盖版的 Zeta。Zeta 高达作为第3世代拔尖性能的机体，不仅满足了傲骨要求的20米以下小型化、变形0.5秒内全领域作战以及大气圈单击突入，这些在当时看来有一点天方夜谭的要求，而且出力性能啥的一样都没落下，还增加了一定的赛克缪系统，更是在卡缪的操作下直接成了格里普斯的扛把子了。但即便投入了如此精力，阿纳海姆也没有拿到心愿中的量产订单，原因就一个字：贵。而且仗打完了，提坦斯也被打散了，这种尖端兵器的需求也就下来了。不过优秀的 Zeta 还是引起了另一个势力的注意，那就是远在地球的卡拉巴，能在大气圈内变形还能飞，这可太关键了。于是卡拉巴便联合阿纳海姆开发了这台大气圈专用的 Z Plus A1。首先最大的改变就是背部的飞行装甲了，因为没有单击突入大气层的需求，整个飞行装甲也被换掉了。新的飞行装甲仅作为冲浪者形态时的主翼和 M-Bug 机动时使用，成本也得到大幅的降低。另外，虽然外甲还是高达尼姆合金伽马，但因为不再需要突入大气层的耐高温等等，冲浪者形态下也不过只是需要1马赫的极限速度，装甲也得到了一定的削减。头部天线前蓝色的部分是卡拉巴研发的传感器，对卡拉巴来说，新的传感器不仅让性能得到了上升，又能省出一笔费用。整个头部相比 Zeta 有明显的拉长，增加的头部空间使得火针炮的载弹量也增加了80%。A1 的2条腿部也进行了完全重新的设计。首先，发动机配置和 Zeta 一样，也是2条腿各有一台超小型核熔炉，但由于是在大气圈内使用，这里也改为了喷气式的引擎，通过和现代飞机一样加热压缩空气来推进，大幅降低了运作的成本。这里也可以看到小腿甲两侧喷口处有明显的叶片状结构。另外，也是因为不用考虑突入大气圈的场景，并且极限的飞行速度要求只有1马赫，身体的多个部分不用像 Zeta 一样紧密的闭合，很多内部细节反而可以暴露出来。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裙甲也被省略掉了，膝盖后方甚至还有暴露的管线，这都进一步降低了成本，甚至直接把侧裙甲给换成了2门光束炮，且直接有腿部的核熔炉功能，这种一定程度的外露造型反而更戳新时代的胶佬们。A1 的盾牌也做了重新的设计，当然在西瓜兵的形态时，这玩意儿也是作为机头来使用的。不过为了增加升力，两边还给加了2个小压翼，这个操作让我对盾牌这一定义产生了怀疑。结合上内部集成了大量传感器用于冲浪者形态使用的设定，我甚至怀疑这东西脆弱的不能够称之为盾牌，而是涂了耐光束涂层的坚固的机头。那么讲到 WR 形态 ，A1 这里是做了完全重新设计布局的，一是降低了腿部与机身的距离，二是机身两侧也做成了尽量薄的升力体结构，毕竟本来就是背包的2片薄翼片，而且不需要做全包覆，使得气冷系统也成了可能，不仅大幅提升了 A1 形态的作战半径，成本也得到了下降。虽然最终的成品 A1 还是很贵，但至少能做到小批次的量产。这台 M2 魂就使用的 A1 量产版的灰色迷彩涂装，整体的涂装质量并没有非常的优秀，甚至迷彩过渡的部分有点像水纹，但全涂装对于一台卡魂来说毋庸置疑的。远观的话还是很不错的，是我非常喜欢的杂兵配色，而且细节一应很清晰很丰富，看上去真的很有感觉。另外，设定中 A1 的枪和 Zeta 的一开始是同一把，不过后面停产了，于是就换成了这把里希尔用的同款。可以看到，即便是后面生产的枪，也都使用了这种 E-Pack 弹夹功能，而且枪体采用的枪铁色配一印，这也真的非常好看。可以说 M2 魂虽然贵，但卡魂的涂装真的是很值啊。另外，腰炮的两侧是有一个凹槽的，底部有一个可以展开一定幅度的光束键基座，可以把方形的这个光束键柄放进去，这些小细节处理的倒是真的很不错。不过可动如何呢？先来看一下头部，脖子这里是有一段拉伸的，但拉伸后的上抬空间依然是很小，还好低头能到30度左右，毕竟要给卡站留足空间。不过左右的摆头幅度就很不理想了，大概就是15度左右。转头的话要注意衣领的干涉，抬起一段后能做到左右90度的转动。头部的整个活动性其实是非常一般的。大臂根部可以明显看到是不可动的，这里是留给变形用的。肩胛的外侧是有2段可以抬起的部分，能够让大臂平抬超过90度的范围。大臂根部360度大风车也没有问题，关节非常的紧实。小臂根部这里也安排了360度的平转空间，不过这里也是很紧，但玩多了就松了。同样这种铁模铁结构还有曲肘的关节，180度2段曲肘，第一次是真的好紧，之后的手感就会一落千丈。手腕这里的小球关弯折关节则是做到了10000步以内的，可动幅度还不错。腰部这里就完全是为了变形而设计的了，如果要解锁仅剩不多的可动，就要把屁股后面的插装和后裙甲解锁，接着你就能得到一个能够做45度转腰的 A1， 这个转腰就很灵性了，甚至还带了一点回弹，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把玩体验真的是烂到不行啊。
那除了转腰之外的其他可动就不要想了，基本上就是没有的。我觉得甚至那段转腰也很难用啊，还会和腿部产生干涉，就当腰部彻底没有可动吧。腿泡这里有多段的可动，不仅能够向前的转动，也能做360度的平转抬起。毕竟设定上这个泡就是能自动转动的，但是侧抬的幅度就非常的局限了。大腿的侧平抬会受到腿泡的严重干涉，要动腿的话，最好就是把腰泡往外拉出一段，然后再往前抬起。大腿根部也不能直接平抬，得借助变形的关节才能达到90度。前踢同样会受到腰泡的干涉，可以说这个腰泡在把玩的过程中真的是很累赘啊。避让后由于没有前裙甲，可以接近180度的上抬。向后如果能避让后裙甲，也能做到接近90度的幅度。360度平转被设置在膝盖的上段，这里是有点松的。屈膝则是整台 A1 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双段的屈膝不仅能做到180度的水平折叠，并且膝盖的部分可以看到金色和银色的细节点缀，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惊艳了。脚踝的前后装甲可以上弹一段，幅度不大，只能做最基本的避让，但是脚踝的左右接地就是个笑话了，幅度非常的小，甚至还会回弹。前后抬垫脚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，毕竟这是为了变形而准备的。内部是一根很长的轴怼上一个球冠，只可惜左右脚踝装甲太长，干涉了接地，不然可动应该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可动各位感觉怎么样呢？我还是跟之前那几期卡魂同样的结论啊，虽然算不上很优秀，但保证了一些基础的 pose 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这一盒还给了 A2 型的头部替换，不过这个所谓的 A2 型其实就是 A1 型换了个头而已，实际上就是为了给 ZZ 的高能粒子头炮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浆炮做测试数据收集机的，其他部分则是完全的一致，但这毕竟也是之前出过的东西了。作为核定本，戴哥这次很给力的也给配上了，毕竟多一个配件就能多2个型号的噱头。不过要替换成另外一个型号，也就是 C1 的造型，那就要做一些零件的替换了。首先要取下盾牌以及背部的主推进器，接着替换裆部的护机甲。另外是这2门腰炮也得替换掉，其实这俩腰炮并没有什么区别，最大的不同只是 A1 在前方多了2块卡槽护板。腰炮上之前装的2柄光束剑柄也记得取下来装到 C1 的腰炮上。背部翼片的侧面有2片小的盖板，这里需要把2个盖板先拔下来，换上带燃料管的款式，不过这2个盖板确实很难抠，要小心。接着要把之前的单一推进器替换成这个带2侧喷口的宇宙用样式，最后再把这把精灵光束炮合2为1的盾牌装回到手腕上，这里记得要把盾面和炮先拆开，然后把炮的部分先挂到手臂上，然后再把盾面给扣回到炮身上。虽然不用这么麻烦也行，但说明书是这样写的。换装完成的便是 Z Plus C1 型了，所谓的 C1 型就是把原来的地球用 A1 再改回宇宙用的，不是我就不懂了，卡拉巴就这么喜欢这种绕圈圈的操作吗？把 Zeta 搞成地球圈用的，然后又改回宇宙用的，之前迪姐也这么干过。那既然是返祖归宗，那只要把原来 Zeta 的宇宙特性改回来就好了，把之前的风冷系统关闭，该闭合的地方闭合，把喷气式引擎改回火箭引擎，再增加驾驶舱的生命维持装置， C1 就算改完了。不过上述提到的东西在模型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，但又不能说搞成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太没辨识度了。于是就增加了一些之前换装的一系列细节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换装后的 C1 确实比 A1 看着饱满帅气一些。不过 C1 当然也有自己的亮点了，那就是这把 S 高达同款的精灵光束炮。这把枪同样配备了 S 高达同样的枪口处粒子偏转装置，最高能偏转20度，并且枪和盾牌直接进行了结合。这里可以对比一下 A1 的盾牌，其实就是在盾牌上加了一个枪。糟糕，这盾牌更加不能用了。另外瞄准镜的部分还有预警机一样的感应圆盘，通过提高锁敌瞄准的精度，配合精灵炮的偏转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另外这个雷达罩是有一段转动轴的，并且中段和尾段其实都有一段握把的展开。不过精灵炮的把玩体验多少是有点坐牢的，主要还是因为手臂没有前身的关节，加上炮身和握把的设计不太合理，导致你要双手握持的话就只能是横着握，这样摆 pose 拍起来的角度就会异常的难找。另外 C1 型也可以换 A2 的头部，然后就能组成一个叫 C1-2 的型号。当然了，作用跟 A2 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多一个头可以顶2个型号，这样一下感觉良心就上来了。最后作为 Zeta 系列也是备受好评的 M2 魂 Z 系列，最大的亮点完全变形怎么能少得了呢？虽然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了，但这里我还是带着大家再变一次吧。首先玩具一共给了5个替换天线，变形前后的固定造型零件1型和2型各一根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，竟然还给了一个1型的可以做收紧合拢的天线，当然这不值得夸，毕竟之前也有。把天线合拢之后，第一步就是把头部按压到胸腔内，接着先平举2条手臂到90度，
把胸甲的部分尽量往上翻，这里注意天线的干涉，不要弄断了，上翻到完全90度的位置。这里注意检查一下两块连接的部位是否已经达到90度垂直。接着把胸部连接桩都翻出来，这里不小心碰掉了天线。接着2个手指伸到腰两侧，把两侧的腰夹往内合拢。接着把腿部折叠起来的关节掰到像右边这样。首先需要把整个腿往外掰，把折叠起来的关节先打出来展开。这里可以看到水平的转轴，把这个90度的转轴掰直。接着这里会看到一个竖向的弯折关节，如果掰不过来的话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可能需要轴向的转动一下。接着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纵向的转轴给掰直。掰成这个直的以后，继续要向上折，折出一个向上折叠的角度，大概就像这样就 OK 了。接着是后裙甲内部有一个连接用的 C 扣，把这个 C 扣往外翻出来，翻90度，然后让 C 扣扣到刚刚掰直的金属关节上，这里是有一小段锁扣装位的，调整之后把两边都扣上锁住。接着把推进器喷口像这样翻下来，把两边翼片内的小插桩都翻出来。接着把2个手臂向内收，放到内部，非常经典的结构了，然后再向内掰进去收纳起来。然后像这样把枪口转出来，先朝向外面。接下来这一步比较麻烦，干涉也很多。首先把2个翼片向外翻折出去，这里要用点力解开锁扣，然后翼面一定要以这个角度翻过去，如果是其他的角度都是翻不过去的。这里要注意和各种腰炮其他装甲的干涉蹭气，然后不停调整位置，直到连接轴是完全垂直的状态。这里可以翻过来看一下，前端的这个连接桩这时候可以插到胸甲下方的小孔内。两边的翼面都翻完，就可以把2个腰炮再转回来对着前面了。接着就到了把膝盖处整个关节直接反向折叠，做一个折叠收纳。接着再把脚掌打直，2条腿就变完了。这里千万不要忘了把2个肩胛要像这样放下来收纳起来打平，否则一会儿盾牌是装不上的。接着要把盾牌把手部分翻出，这个地方和手腕部的连接桩也一定要翻起来，然后卡槽对着对应的位置卡上，机头也就完成了。接着把两边内藏进去的小翼面也翻出来，变形也就完成了。虽然已经非常经典的变形结构了，但不论是变形的设计也好，变形的结构强度也好，对比隔壁 Macross 家的飞机来说， Z Plus 的这个变形体验和变形后的造型都谈不上是优秀。当然了 ，VF 系列是以飞机为基础变成人 ，Z 系列是以人为基础变成飞机，所以理所当然的是有差距的。而整个优化并加入金属关节的 Meta Robot 魂 Z Plus 可以算得上是高达系列里目前最强的变形了，就是不知道之后的 MB Zeta 会如何表现。不过对于 Z Plus 来说，这应该就是最高规格的成品了。另外，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像飞机，把盾牌两侧和机炮下方的3个盖板抠开，就能把3个太空用的起落架给装上去了，并且这3个起落架都是金属材质的。这里属实是让我有点没想到啊，手感和配重都把握得非常的优秀。装上起落架后，我们来给 CE 一点近距离的展示。冲浪者形态下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机身各处的涂装一印细节，这样一拍还真就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这个长长的精灵光束炮在 CE 的整体造型上也算得上是点睛之笔了，感觉让 CE 一下子就跳脱出了 Zeta 系列的感觉。那么 A1 型的变形其实和 C1 型是一样的，而变形完成后的 C1 型也可以直接在飞机的模式下通过配件的替换变成 A1 型，因为这里所有的配件都不涉及到变形，所有的替换件都是暴露在外甲上的造型件，所以可以这样直接拆下来然后再换上就 OK 了。那替换的各个零件之前也已经都拍过了，这里就快进的展示一下。盾牌这里的构造和之前的 C1 精灵炮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找到同样的装位连接上就 OK 了。另外 A1 这里的光束步枪需要展开弹夹下方的连接桩，连接到机体的背部推进器上，这里是 A1 独有的。
冲浪者形态下的 A1 更有飞机的感觉，毕竟人家设定就是在大气圈内飞的飞机嘛。另外 A1 当然也有追加能让它变得更像飞机的设定，那就是起落架了。起落架的位置和 C1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首先要替换两侧翼面下方的盖板，用这种露出一个空隙的盖板把带车轮的起落架装上。另外裆部这里也要替换为带车轮起落架的裆部。带轮子的起落架感觉比 C1 的还要精致一些，而且也是全金属的。那机头的起落架也是在盾牌的下方，把隐藏的盖板翻开，替换上起落架就 OK 了。那最后再来一组 A1 的地面状态近距离展示，这期评测就到此结束了。这应该是我做的最长的一次视频了，主要是要讲的点真的是太多了。本身 Z Plus 的人气也很高，我也很喜欢这台机设，所以人形和冲浪者形态都得展示到位，这反而侧面证明了这台 Z Plus 的玩点丰富。另外 M2 魂的 Z 系列机体价格都是发售就涨上去了，但这台量贩版的 A1 加 C1 价格却没有太高，目前价格竟然能到1000以内，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入手的，当然我也是入手了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在这里向各位观众老爷求个点赞投币1键3连，谢谢大家啦。